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。今天让我们一起空出一点时间，来做一个很温柔的练习，好好的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可能只是孩子出门动作慢了一点，或者你跟他说话，他好像没在听，就这么一件小事，但你却感觉到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轰一声，瞬间爆炸了，好像整个人都快被淹没了。那个当下，我们第一个念头通常是这个孩子惹我生气的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所以在今天的分享里，我们会先一起来看看那个失控的瞬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学习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转换，就是问题其实不在他们。接着我会分享一个你马上就能用的3步骤重设法，也会解释它为什么有用，最后还会提供一个每周练习，帮助你把这个方法变成习惯。对了，记得要看到最后哦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很温柔的提醒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聊聊那个突然失控的瞬间。当我们感觉到那股巨大的情绪时，我们真正痛苦的原因，难道真的只是眼前孩子那个小小的行为吗？其实很多时候那只情绪的爆炸，它更像是一个警报器，它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内在的能量早就已经快要用完了。你想想看，当你长时间觉得压力很大、很累，或是感觉被掏空的时候，任何一件小事，真的都可能变成那根点燃隐性的火柴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步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哦。我们要来试着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，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外面孩子的行为转回来，看看我们内在真实的状态。你看这张图就很清楚了。我们表面上看到的、感觉到的问题是，我的孩子都不听话，但真正的源头其实很可能是我的内在电池已经没电了。或者是我们觉得他这个行为我不能接受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我累积了好多压力都还没有好好处理。你看，这个视角的转换就是我们接下来所有练习的基础。所以请记得这句话，情绪本身真的没有所谓的好或坏，不管是生气、焦虑还是难过，它们都只是一个信差，是你的内在自我派来送信给你的。他们在告诉你，你的界限可能被踩到咯，或是你心里有个很重要的需求一直没有被满足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在那个情绪快要把我们淹没的时刻，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？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简单但却很有力量的3步骤方法，帮助你找回内在的平静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3个字：停、任、放。第一步停，就是中断我们那个自动化的反应。第二步认，是看见并且辨认出你当下的感觉。而第3步放，就是允许这个情绪存在，给它一点空间。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步停止。当你感觉到情绪快要上来的时候，先不要急，不要急着去骂孩子，也不要急着说道理，你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停下来。你可以试着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你的胸口上，然后做2个深呼吸，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，好，我先停一下。这个小小的身体动作非常非常关键，因为它能把你从那个自动驾驶的暴怒模式中一把拉出来，让你重新回到一个有选择的状态。好，停下来之后呢，第2步就是辨认，诚实地问你当下的感受，取一个名字。这里不需要去批判它，就只是很单纯、很诚实的辨认出来。比方说，我感觉到很挫折，或是我现在觉得好累哦，我感觉，有点受伤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步骤不是随便说的，它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哦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做情绪标记效应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我们能用语言为我们的感觉命名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就能帮助我们大脑里那个掌管情绪的警报系统冷静下来，然后重新启动我们那个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。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步也是最温柔的一步，叫做允许。你可以轻轻地告诉自己，有这种感觉是可以的，我现在不需要马上把它解决掉。这并不是说要放纵那个情绪完全不是，而是我们要停止在心里跟这个情绪打架。
因为当你不再抗拒它，情绪反而会像水一样开始自然的流动，然后慢慢的被释放掉。所以啊，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暂停会这么有效？这背后其实就是现代心理学里面关于自我调节的原理。总结来说，这个停、任、放的练习带来了3个很关键的好处。首先，你中断了情绪的反射动作；接着，你重新启动了你的理性大脑；最后，你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情绪可以被自然的释放。好，知道了这个很棒的方法之后，我知道接下来最重要，也可能是最难的一步，就是我们怎么把它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让它从一个你知道的知识，变成一种可以稳定支持你的习惯。我想邀请你，可以试试看这个每日3句话的觉察练习。每天只要找一个安静的片刻，写下来，问问自己这3个问题：第一，我刚刚感觉到的情绪是什么呢？第二，在这个情绪的底下，更深层的感受可能又是什么呢？最后，第三，此刻我可以对自己说的一句温柔的话会是什么？这个练习真的不用花你很多时间，但却能非常有效率的帮助我们建立起自我觉察的能力。如果你觉得要写下来好像有点麻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从一个更小、更微小的行动开始。今天、下一次，当你感觉到那个情绪又要上来的时候，你只要做这件事就好，把手放在胸口，然后做2个深呼吸。真的就这样，从最微小的行动开始，往往就是最巨大的力量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再一起回到最一开始的那个画面，那个让你感觉快要失控的瞬间。你现在再回想一次，那真的只是孩子的问题吗？或者，那其实是你内在的某一个部分，正在很温柔的向你发出求救讯号？他其实很渴望能够被你好好地照顾一下呢。最后，这就是我一开始答应要给你的一个温柔的提醒。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成为一个100分完美的、永远不会犯错的父母。我们的目标是为孩子，同时也为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个情绪安全的环境，一个可以犯错、可以有各种情绪、可以被温柔接住的环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我想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试着写下我今天观察到的情绪是什么。你的分享对我们彼此来说都非常珍贵。当然也欢迎你温柔的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更多温暖内容最大的动力。所以请一定要温柔的记得，教养真正的起点从来都不是孩子，而是我们如何回过头来好好的对待并且照顾我们自己的这颗心。先稳住自己，孩子才有空间变好。我们下次见。